晕车医学上称为动晕症，是由于视觉内耳中前庭与半规管之间不协调所造成的。当乘坐载具时，内耳中传入的讯号是身体在晃动，而眼睛所传入的画面是静止状态，或是身处车内或船舱时，较不易用肢体去因应晃动讯号。当身体感应器感受到的讯号不相配，会刺激神经构造，进而产生晕眩症状。另外，大脑在正常环境下会依照过去的经验建立预测的行为模型，然而当大脑在运动环境，例如行驶的车辆上，或是在虚拟环境，例如观看 3D 电影时，视觉体感觉与前庭系统提供给大脑的讯号与大脑预期中的行为不匹配，此时便会产生神经失配讯息，进一步造成动晕症产生。大家好，这里是乐活人生100频道。如果你对生活和健康的相关资讯感到兴趣，记得点赞、开启小铃铛和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你将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期的新影片哦。晕车的触发因素有很多，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因素。一、感官冲突。当大脑获得两种不匹配的运动感知讯号时，人体会出现头晕、恶心等运动病的症状。这两种不匹配的运动讯号或环境讯号可来自于本体感觉、视觉系统和位于内耳的平衡觉系统等。二、特定人群，2到12岁的孩童、孕妇、正在接受荷尔蒙治疗的女性、偏头痛患者、感冒而身体不舒服者等特定人群更容易晕车。三、情绪因素。恐惧对旅行的焦虑或发生晕车的可能性等情绪因素也可能触发晕车。四、颈部僵硬。颈部僵硬的民众更容易晕车，因为颈部僵硬，血液无法有效地供氧给脑部。五、通风不良，例如接触蒸汽、烟雾或一氧化碳等情况也可能引发晕车。以上都是可能的触发因素，但每个人的体质和反应都不同，所以可能有其他因素也能引发晕车。晕车的症状通常是渐进式的，包括脸色发白、头痛、晕眩、丧失胃口、唾液分泌增加、打嗝、恶心、反胃、呕吐、冷汗直流、坐立不安等，而这些反应跟脑干的反射与神经失配讯息传递相关。如果你曾有过晕车经验，建议在旅途出发前留意以下几点，有助于预防动晕症的发生。一、避免油炸食物、辛辣食物、过酸食物、高糖量食物、饮酒及易胀气食物。二、睡眠充足。三、行前24小时避免吃大餐，饮食需清淡易消化，避免饮酒。四、选择较不会晃动的位置，如搭乘汽车或大型巴士时，尽量往前坐；搭船时应待在船中间；搭飞机则建议选择靠近机翼附近的位置。五、途中避免阅读字迹太小的书报、杂志、滑手机。六、出发前30到60分钟服用晕车药，搭车前4小时使用晕车贴片。当感到晕车时，可以采取以下一些及时应对措施：涂抹精油，适量涂抹绿油精、薄荷油或薰衣草精油，可能有助于缓解动晕症之症状。吃薄荷或口服姜片，薄荷及生姜有助于缓解反胃、恶心感，可改善晕车症状。穴道按摩，位于手上腕横纹3指腹处的内关穴，对于胸闷心悸、肠胃不适、气机逆乱、打嗝胀气或心情烦闷、想吐时，用力揉捏会有立即缓解的效果。躺下休息，闭上眼睛。若能躺下休息或是把眼睛闭上，对于减缓动晕症症状皆有帮助。若无法躺下，也可以尝试注视窗外远方的水平线，或许也能缓解。补充水分，多喝水可帮助身体新陈代谢，也能冲淡恶心感。如果你已经出现晕车的症状，建议你尽快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并尝试以上的方法来缓解症状。如果症状持续不改善，或者变得更糟，你应该寻求医生的帮助。晕车虽然是一种常见的生理现象，但其背后的原因却十分复杂。生理机制的深入了解，使我们更能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应对晕车的现象。常见的情境和个人敏感性也需要纳入考虑。
以制定更为个体化的预防措施。当晕车不可避免的发生时，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及时应对措施，如坐下、深呼吸、闭眼等。若症状严重或持续，就医是必要的，以确保背后没有潜在的健康问题。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如果您喜欢今天这个主题，记得点赞和订阅，与我一同探索更多关于美食和健康的精彩内容。